那过去曾经有人研究，1个礼拜吃5次的这个可可，就是你大概28克左右，可以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达57%。这个最近太阳很烈，对，吃点巧克力有的作用，效果还不错哈。那他们还发现呢，给老人家吃一点巧克力，对他讲话的流畅是有帮忙的。对对，欢迎收看《哇健康》，大家好，我是伟如。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个？乍看之下它像木瓜，对，但不是哦，它是屏东来的可可果本人哦。讲到可可果，大家都会觉得，应该只能做甜的吧？但你知道吗？可可果它本身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啊，它也可以做成咸食哦。今天我们请来2位贵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可可果产地屏东县的县长周秋米周县长，好，主持人好，谭老师好。屏东5寸各5币，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哇，好可爱啊！你是每天都吃可可果才这么年轻吗？接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谭老师。县长好，伟如好，大家好。可可果其实在国际上面，特别是屏东的可可果，得到非常多的奖牌哦。对对对，谢谢伟如。我们屏东的金牌巧克力是国际有名的。这几年来，屏东的这些可可业者巧克力，我们应该拿到世界上的金牌、铜牌、银牌，应该超过300面以上。哇！短短的5、6年期间，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国际大赛的时候，在意大利或者是亚洲，我们拿到已经超过330面以上的奖牌，这么多。老师也都吃我们屏东的巧克力耶。其实这个是有一个特别哈，一般来讲，生产可可果不一定能够做巧克力，但是屏东真的是唯一从种到生产巧克力都是一条龙。对，因为大家讲到巧克力可可，大家直觉就觉得只能做甜的，好像会变胖，但其实可可对我们身体有非常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说它是可以预防心脏血管的哈。那过去曾经有人研究，1个礼拜吃5次的这个可可，就是你大概28克左右，可以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达57%。我们知道心脏血管疾病其实在台湾的死亡率都是前3名哦。所以呢，这是一个好处。那其实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伟如说这个最近太阳很烈，对。那其实呢，这个吃点巧克力有防晒的作用，像隐形阳伞一样帮你遮晒。它里面有个成分其实可以防这个 UVB， 这个效果还不错哈。那他们还发现呢，给老人家吃一点巧克力，对他讲话的流畅是有帮忙的。对，所以你可以预防心脏血管疾病，可以让这个什么防晒，然后又可以降低这个中风啊等等的风险。所以可可其实有蛮多的这个研究。对，太棒了，这个专业老师讲更具权威。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巧克力，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只能吃甜食嘛。假设我想要补充巧克力可可的优质的健康营养素的话，其实它是也可以入菜，甚至是减重也可以啊，谭老师。对，我们知道可可里面它有可可脂嘛，那你就是其他的油就减量。那其实呢，这样吃起来风味是很好的所以谭老师今天要做的是汤品。哇，对，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偷懒的妈妈，我并不希望要做很多很复杂的事那所以呢，我希望说一锅里面就有很多的营养其实呢，这个就把洋葱加下去先爆香。对，刚才县长说这个也是洋葱，也是屏东的特产这个是圣螺刷烘，在恒春半岛，它每年的10月到隔年4月是落山风，它会把一些菌啊、细菌啊把它吹走，所以更结实，风味更好，然后甜度又更高，对，炒起来又更香，而且可以保存很久你不用冰箱，你就是放在家里那个通风的地方就可以放很久。所以县长平常也会煮饭吗？没错。但是不稳定，品质不稳定。那我们知道这个番茄其实就是要炒一下，让它的茄红素能够出来好，那我们就加点番菜，里面有洋葱跟番茄，其实它的甜度就会出来那我们呢加点番茄糊
那如果其实我个人比较少用番茄糊，因为我喜欢那个番茄嘛，所以我就会直接用番茄。但是呢，你可以加番茄糊，可以减少这些麻烦哈。是。好，那这个呢，再来我们要加的是什么呢？也是屏东的红黄椒。好，都是我们屏东好物。对啊，屏东真的很多好物哎，对不对？除了可可之外，其实香蕉也是。香蕉，对啊，对。好，那其实你就给它加了一点高汤或水。其实我在家会加水，但是因为现在制作单位准备的是高汤，我们就准备一些。是。那这些东西都会出水，所以你其实不用加太多。好，那加一点这个豆类的东西，鹰嘴豆，鹰嘴豆，或者是你可以加黄豆也可以，但黄豆一定要先泡过。好，那你也可以直接玉米也可以直接下来。好，然后呢，我们就盖上盖子让它煮。是。然后煮到开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香料放进去啊，就是那个虾子跟花枝放进去。然后呢，我们其实黑巧克力可以这时候放，但是也可以等到最后放。那还有备一些呢，这个可可粉。好，那我们现在还是先把巧克力放进去，因为它需要有一点时间让它溶解。巧克力是要选几趴的？我个人会选85%以上。85%，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认为说，我这个85%就代表它的成分是85以上。好，那其实是这样的，85%代表的是说呢，它是85%的这个纯巧克力，然后15%里面可能就是加糖啊，或者是一些添加物。所以呢，我个人因为我小孩就是每次吃完饭就要吃一块巧克力，对，那他们都是选择85%的。对啊，我在屏东，我们就是宴客。最后我们的甜点就是说，你要65%、75%、85%，大家都会挑85%的来吃。对，因为以健康的观念，大家可能都会挑哈。但是坦白讲，如果说你真的很怕那个苦味，我觉得70、65也是可以选择的。是，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吃一块，但是还是有一些高浓度一点的会更好。所以要入菜也会建议大家选择浓度高一点。对，那分量95%呢？95%的话，我想很少人会吃得下去。因为真的还蛮苦的。对。是，那它分量呢？我们要选很多吗？其实整个汤变黑黑。其实你不管是煮咖喱还是煮这些西式的汤，你都可以加巧克力。咖喱加巧克力很好吃，对。但是呢，其实就加一小块就可以了。但是我选的浓度大概都是85%。太棒了！那如果我推屏东巧克力，可以说可以入菜。其实入菜的还蛮多的。对。那如果我选块状的，我可能买不到块，我想要用可可粉来做取代。可可粉是这样子可可粉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油脂然后一样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个浓度比较高一点的，因为现在台湾的标示都是全展开，只要你有添加就有，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对，然后呢，可可粉就是它现在有各种的，也有一些浓度你可以看一下。对，它都会标示，是，而且直接说，你看它那个包装上就是65%、75%、85%、95%。对，而且记得还要看一下，可能很少人敢吃，是就觉得我真的是在吃巧克力，吃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啦。对，我自己平常也蛮爱吃巧克力，那我也会担心肥胖的问题，所以我自己也是选择85%以上。对，我喜欢那个巧克力含在嘴巴之后，后面带那个尾韵、浓醇的那个感觉。对，其实你一小块，然后其实你就是选择浓度高一点的，那好处可能大于坏处。那滚完之后，我们就要放海鲜，对不对？对，然后呢，这个巧克力就让它这样融进去，它自己会融。其实你在煮咖喱的时候加一块这个巧克力它整个会更漂亮。而且那个风味差很多。这个呢要让它再开一下，那你可以看到汤的颜色开始在变浓了。对。然后现在有点开了，我们就把这些都放进去。那虾子这个是补充蛋白质，其中也有虾子。对。然后呢，加一点这个海鲜类的海鲜全部加进去。对。然后其实你可以换成鸡肉也没有问题，各式各样的肉都可以。对。然后我的习惯呢是最后才调味，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太早调味有时候就是食物吸进去那个咸度，你吃起来都觉得不咸。到最后调味的话，它比较容易让你感觉到那个咸的口味。所以最后谭老师会再加可可粉吗？对，会，我就把这个剩下，因为可可粉加进去颜色又更不一样，对。那像可可粉，我们一般都有时候都会买来泡成饮料喝嘛，但是可可粉要怎么选？糖分会比较少。它一样，刚刚县长有说它有一些标示，那你就选择它的其实还有一个那个总的那个营养成分表，
糖就是少一点的。就是可可脂高一点。对，是对好，所以我们就等汤品滚了之后，把可可粉还有这些香料倒进去，对这道汤品其实就完成了，对不对？对，是可以让你越喝越瘦因为哦。它很高。县长今天要做的是香蕉优格加可可，没错，就是屏东好物，是屏东的冠军可可，还有屏东最好吃的香蕉。哦要一层一层哦，把它做成千层的感觉。哦所以优格先铺完底，是不是？好，对，试试看。好，好，然后呢，再来铺一点点这个好了，这是燕麦，麦，这很健康很多纤维，可以降低胆固醇。因为屏东可可它之所以可得到那么多国际冠军，是因为它的口味上面是不是比较特别，跟一般的巧克力是不大一样的？屏东的可可比较起来，因为大概土壤、气候的条件，专家说啦，是带点这个乌梅、酸梅的香气。所以它原来的浓郁感，还有带着乌梅的酸气跟香气这样子。然后最主要，我觉得我们很棒的特色就是说，刚刚谭老师讲的，我们不只是种可可，我们还变成巧克力。对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产地到这个餐桌，是从产地到机场是最近的距离，1-2个小时就到了。然后接下来铺着一层香蕉，也是屏东来的，对再来核桃一些坚果，哇，超健康。接下来就是可可粉了，可可粉其实屏东也很厉害哈，这些可可产物。现在就是说，我们从田间的管理，还有加工，然后包装、行销通路，我们就跟这些屏东现在很努力的这些可可的，我们的青农啊，还有这些很棒得到金牌巧克力的这些，我们常常都有在聚会，是，他也做一些很多的推广，包括农村再生啊、农村创生这些都很棒。因为其实县长没来推广的情况下，我们都会直觉到，可可应该都是中南美洲的产物嘛，好像可可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说都是要进口，但其实没有想到屏东也会产可可，是因为气候条件好嘛？我们的气候就是高温比较潮湿，那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产业文化。槟榔树下种可可，因为这个槟榔它会帮它挡高温。哇，好聪明哦！对啊，所以就是这样慢慢的，然后大家也种出心得，种出成绩，是，然后就我们县府也把它列为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没错。然后大家也觉得哇，好神奇哦！像小英总统那时候来屏东，他说哦，我的家乡屏东也会有巧克力，对，可可算是一个经济价值非常高的作物，它除了可以做巧克力之外，还有衍生的东西，甚至还可以入菜做成甜品，像县长现在做这个，这算是千层派，对不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搅拌，最后应该来一点美丽的那个，撒一些可可粉，最后撒上去，再把香蕉全部放上去，这就是一个非常营养又健康的早餐。不好意思，我没有像那个谭老师做的那么漂亮，没有，难得看到县长这样做，大家应该会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珍贵，对不对？对，县长亲自下厨，这样很像提拉米苏，像啊，哇，对，还蛮美的。对啊，如果大家到屏东去想要买这些可可，但我们人在台北，我们不可能每天南北跑，对不对？对。其实有帮大家汇总了一个 DM， 对不对？屏东哪里可以买到可可？现在变成屏东很重要的产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屏东万峦的地方，我们有设一个可可园区、巧克力园区，它集合屏东21家金牌的这个巧克力，在这个园区，所以大家可以去逛，可以去买。那当然也可以上网站去直接跟各家的这个金牌巧克力买。哦，这个地图好方便哦，就是所谓的屏东可可聚落。等于是所有的品牌全部集中在这里，所以我到屏东去，其实我不用全部跑，我只要到那个据点，就可以买到这21间。据点有白色的教堂哦，委员可以去当王摆拍就对了，对。所以呢，你不用怕说找不到，也不用担心说买不到好的，所以就循按图索骥，就可以买到屏东的金牌巧克力。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个小黑本，你知道吗？这里面打开来，对不对？漂亮之外，他把所有的品牌的资讯全部写在这里，跟所有的特色在上面。最重要是有 QR code 可以扫。本身的产品，本身的巧克力就很像精品，所以这2本算是攻略了。特别是暑假，如果大家有到屏东去，记得把这2个带着。现在夏天我们屏东玩水最快乐，真的，就直接来玩水，然后买这个巧克力，还有吃香蕉。是，它香蕉是各个超市都有 ，7 啊、全家啦。
东京奥运是我们指定我们屏东的香蕉哇当选手的营养品。是，所以真的非常难得，在暑假如果有机会，然后到屏东走一走。是的，一定要来。但县长的行程真的也很忙，因为县长待会还是要带着这些可可继续去做推广，对不对？今天要真的非常谢谢县长来到现场，谢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变成巧克力大公使。主，谢谢，沾你的光啊！谢谢县长，谢谢谭老师，谢谢。可可永远的好朋友都是香蕉，但大家有发现吗？每次买香蕉回去，很难保存真的，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哈，像我家人少，所以我每次买香蕉哈，我可能会买不同熟度。但是不管我买哪个盘子，像现在这个，对，然后呢，你不要叠哈，你就一根，对，你就一根一根的摆着哈，不能这样叠，最好不要哈。然后呢，你就是把它放着，让它通风，是，然后不要放在很热的地方，放在你的冷气吹得到的地方，那这样就可以放很久。会吗？可是香蕉只要一根熟，它其他就一起熟那就是因为你整串在一起，它手牵手很容易都熟了，因为它是后熟型，所以要一根一根这样切开来，它们没有连线，对，不会被电到，这不会它熟，它一起熟。而且因为你排开通风的地方，乙烯会散掉。但是我的习惯回来第一件事会把它洗干净，是，然后擦干再做这个动作。好，那还有呢，其实你还有一个做法哈，如果说你真的比较有空了哈，那你又可以想要放更久一点，因为它已经有熟，你确定它没有坏，然后呢，你就可以用那个保鲜膜哈，保鲜膜呢，因为它这个你这个要保持是干燥的哈，保鲜膜把它包起来。但是我觉得一根一根包，我觉得第一个浪费保鲜膜，第二个我觉得意义不大哈。那我都会一样，就是拿一个塑胶袋把它放着，然后呢，就是放到塑胶袋里面把它密封。尤其现在3个一起放吗？对，你就是2、3根一起放，但是不要就是让它堆叠或碰撞。是。然后呢，因为你担心有水容易发霉，所以你有时候可以用一个纸巾稍微把它包起来，然后一起放到这个冰箱去放其实它也不大会变色。所以塑胶袋里面放纸巾，对，我就用厨房纸巾把它稍微放上去，然后最外面那一层套塑胶袋，对，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它不会变黑吗？它其实变得很慢，而且呢，还有一点，它不会就是变得像有时候香蕉一冷藏，对，它就整个皮会变黑色的，对，然后会软软的这样。对。那如果说已经变黑了哈，然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把那个皮剥掉，然后呢放在保鲜盒，然后去冷冻。像现在很多的那些冰淇淋啊，其实你用这个香蕉去用冷冻跟不冷冻的，再加上那个水果去冷冻过的，可以拌成那个冰淇淋，像我自己是冷冻香蕉，我就倒牛奶，然后下去一起打，变成那个香蕉牛奶。对。因为有时候香蕉我们都是买一串嘛，你那时候没有保存好的话，我真的觉得丢到冷冻是最好的选择。对，没错。那今天我们除了这个可以打成香蕉牛奶之外，谭老师要做其他甜点给我们，对不对？对，因为现在暑假嘛，小孩子都要吃点甜点。好，那其实呢，这个香蕉的好朋友永远就是巧克力，真的，它们两个好搭。对，那你呢就是要选用的香蕉最好是越熟越好，像今天这个比较生了，怎么看它比较熟？就是变成外面有黑点的，或者是已经就是有的真的黑的，但是里面是好的。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种香蕉是香气很重的哈。好，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说，减肥吃香蕉好不好？其实一根香蕉大概就是100卡，不多很少对，我们希望我们的零食大概就是控在100卡之内，所以呢，一根大概就是100卡，我觉得刚刚好。所以有的时候嘴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香蕉。其实我常常是这样哈，补充体力也可以是香蕉哈。那我们就是2根香蕉，你看你家的人数啦哈，你要做多少？可是我喜欢那种香蕉味比较重的。那香蕉你越熟越好，那这个比较生没关系。像很多人都在问我说，香蕉到底要买什么样熟度哈？是，如果你是要减肥的，你就买比较绿的啊。你如果是想要吃口感、想吃香气，就买熟一点。对，然后热量那个什么，只要是比较绿的，它的热量就比较低。对，那你这个香蕉很简单，就把它捣成泥。对，快。所以这道甜点也很适合。假设你香蕉买太多，有些东西真的就已经过熟了，就可以做成这道甜，因为它反正都要捣成泥。对，而且这种饼干呢，因为没有什么糖所以呢，其实小孩子呢，他们吃起来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这香蕉好 Q 哦，屏东来的真的不一样。我这样切就觉得哇，这个好 Q 哦。对啊，其实我还蛮喜欢买屏东香蕉的。好，那我们呢就把它捣成都是泥之后，那你就是分次加进去燕麦哈。这个它还没有很泥，那你可以就是分次加燕麦，不要一次加太多，慢慢的边捣。对，然后呢捣成
和完之后，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呢，不要马上去做饼干，你就是呢，给它放置半个小时，让它的水分跟这个燕麦哈，然后燕麦可以吸收一部分水分，然后就是可以吃到那个香气。你这个半个小时之后呢，你可以拌点可可粉。或者是巧克力块，把它敲碎，是，然后再加进来。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到有一点那种巧克力颗粒的口感，就把巧克力块敲碎，敲大一点点，对，然后可可粉就当做是那个整个饼干里面的香气的。对，而且那个颜色也会比较漂亮。可可真的很好用哎。对，好，那我们其实拌成这样子哈，就给它置放半个小时，它就会跑出水来嘛。对，然后香蕉跟燕麦就会融在一起。对，这个已经半小时了嘛，好，让它吸出了这个味道之后呢，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那个巧克力粉，好，然后呢，这个巧克力呢，这个太大块了，我们就把它剥成小块的，嘿，然后你当然也可以用擀面棍把它敲碎，然后就都可以，你看你爱用哪一种都可以。而且谭老师今天这个巧克力块里面还有果干呢，对，好特别哦，对啊，这个果干一看就觉得超好吃，对不对？其实直接吃那个巧克力就一定非常好吃。对，我们就准备一个烤盘，然后里面要铺个那个烘焙纸，好，但是我们烤箱要先预热，180度，你先预热个10分钟，好，那预热之后呢，我们就在烤盘铺上那个烘焙纸，然后呢，其实很简单哈，你爱做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然后你就用一个汤匙把它弄成一团，好，看你想要做多大，然后呢，你就把它挤成你的想要的形状了哈，对，然后如果说你可觉得会黏，你就沾一点点水哈，然后把它压平，对，然后做成水是这样子用的，我以为你要把它加进去，没有，然后呢就抹成一个你想要的形状啊，三角形、圆形都可以。然后事实上，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对，其实可以让他自己做。可以手做。对，然后就这样子抹一抹哈，对，然后呢就可以进去。其实我大概是100，看你的饼干的大小，那我大概180度烤了大概15到20分钟，这中间你就看你的熟度，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烤个15到20分钟，对，看你们家烤箱的火力嘛。对，15分钟左右，对不对？接下来就是品尝可可的时间。你看一个可可可以变化出这么多料理。一开始谭老师帮我们煮的这个瘦身汤，好好喝哦，让人很意外耶。我跟你讲，说真的，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那种你会觉得那种巧克力的甜感，完全是没有的。可是它喝完之后，那个尾韵会带一点点巧克力的香，对，所以它跟这些食材是完全没有违和的哦。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是番茄配巧克力，不是，它喝下去还是番茄的浓度有。对，然后我觉得它最棒是它的汤头，就是你喝完之后，你的鼻腔这边会留一点点淡淡的巧克力香味，然后整个汤头是非常浓郁的，感觉就是妈妈炖很久的那个口感哎，很好喝哎。所以这浓汤可以天天喝吗？基本上呢，这些汤里面的东西都是全食物，而且都是原型食物，基本上你天喝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是怕胖的人，还是要限量。是，我们不能一个人把这整锅吃完嘛，有点太夸张了，对不对？还是要节制一点。但我说真的，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减重汤，因为其实汤品本身对我们的肠胃道就会有一个饱足感嘛，再加上巧克力里面本身的营养元素，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把巧克力给吃下肚，但不会把肥胖吃下肚，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汤品。好，接下来我们来吃县长帮我们做的这个优格可可。虽然县长离开了，但是他的爱还是留在这边留给我们，很感动哎！你要知道县长平常有多忙吗？他今天为了我们把可可带过来，对不对？对，上面可可粉很多哎。对，而且我觉得香蕉跟巧克力就是好朋友，搭在一起。然后呢，再加上优格，我觉得这个是我很爱的早餐。还有燕麦，对，很香哎！你看我的口水都滴下来了。我必须说，那可可粉真的很厉害。因为它本身的可可粉不是我想象中那种调的可可粉，不是很甜的那一种，所以基本上你的甜度是来自于屏东的那个香蕉的甜度，然后那个可可粉再配这个燕麦，你的那个整个鼻腔里面会有可可粉的香味，然后跟优格的酸甜度，再加上香蕉的甜味，你整个早餐吃它，我跟你讲，整个人心情大开朗。真的，而且我觉得这可可粉就觉得好纯哦，对，完全没有任何那种糖分的感觉，就还蛮难得的。
所以不用担心胖的问题，因为它里面应该是完全无糖的。因为我们平常早餐都会吃香蕉加优格嘛，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香蕉加优格是不是可以解便秘啊？其实是真的哈。如果你是真的便秘比较严重，你一定要选择那种比较绿的香蕉哦。好，那其实我自己呢，几乎就是天天都是这个早餐哈，就是香蕉，然后水果加优格，而且呢，因为我不大吃一些这个加工品，所以呢，我就把香蕉来取代主食类，所以我是没有吃什么一些什么饭团啊、蛋饼啊等等，我是直接用香蕉来取代碳水化合物。是，然后再撒上一点可可粉，而且可可粉刚现场有讲，这可可粉是现磨的，就当天现磨过来的，所以它里面是非常香的，里面还有一点油脂的香气。对，而且完全没有糖，这点是让我觉得最讶异的，我也觉得很棒。对，然后再来就是谭老师做的饼干。对，这个呢小甜点，因为现在暑假嘛，我们多少都会吃一点甜点哈。那其实香蕉巧克力就是好朋友。甜点之外，我们还要配咖啡嘛，就是下午茶的时间。我们今天早餐介绍给大家，晚餐介绍给大家，还有下午茶，对，都是用可可来制成的。对，现在很流行一个叫黑加黑，是就是那个巧克力呢加到咖啡里面，但是加的是黑咖啡哦。好，所以呢黑加黑是。那其实我有时候没有买得到这么好的这个巧克力粉的时候，我是直接就丢一块那个85%以上的到那个黑咖啡里面，让它融化哦。对，其实很好吃，好聪明哦。对，我自己会黑加黑，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可可粉是纯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到黑咖啡里面去。对，就是黑加黑。那分量是自己调配吗？对，其实你喜欢就好了啦。所以我们先来一点点看看，对。好漂亮哦！对，然后你就把它拌匀之后，然后呢，其实你有时候一边喝就一边拌也没有关系哦，边喝边拌，让它散开来。哦，好香哦！这很像摩卡，对不对？摩卡其实就是咖啡。对，但是它这个好香哦，很香哎。对，非常的香。很特别，它反而把咖啡原本会比较苦涩的黑咖啡，大家会很害怕它苦涩，对不对？对。但是因为你加了可可粉进去之后，它会变得更滑顺，对，反而把咖啡的苦涩给降低。可是咖啡的香气还是有哦，对。然后巧克力的香气也是淡淡的。我自己很常黑加黑啦，因为我蛮喜欢那种口感的。那我们来试吃饼干，对。这饼干是软的，好，你其实还可以选择，因为我今天用的是那个比较细的燕麦，可以用粗一点的燕麦。那我自己在烤的时候，那个香蕉的味道是非常重的，好记得你这个燕麦拌香蕉置放一下子，不要马上的，那这样子就会有这个口感。好意外的口感哦！当我们在拌香蕉跟燕麦烤过之后，你会觉得以为它是脆的，没有，它烤完之后是 Q 的。你看我这中间的馅，我这样挤给大家看。它会很像面团哎，面团不像面包不是会有那个嚼劲吗？你看它是有湿度之外，还是有点弹性的，是因为香蕉吗？对，这口感太特别了，好难想象。香蕉越熟的越好。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放整块的巧克力剁碎吗？你咬下去之后就会像生巧克力一样，如果旁边有燕麦香钻，那个巧克力味道你知道它化开来。我整个嘴巴一直在流口水，因为真的很难想象可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甜点，甚至是巧克力牛奶这些东西，但真的没有想到它可以入咸食，甚至是你知道吗？它竟然可以变保养品，像是我们刚刚看这滴验啊，里面竟然有可可的护唇膏，甚至是可可的洁颜慕斯，通通都可以用可可来制成。所以我说真的，现在屏东的可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吃的东西甜点而已，它可以做成咸的，甚至更多多样化的东西，像是可可的啤酒也有。所以这本里面呢，通通都有所有屏东来的可可。记得下次我们买可可的时候，除了看它成分表，要注意一下可可的成分，还有可可的糖分之外，记得看一下产地，一定要选择屏东可可。然后，如果你也想要获得这本，想要知道所有的资讯的话，上网搜寻屏东可可就可以看到咯。今天要谢谢谭老师，谢谢周县长，这本送给我咯，谢谢大家，哇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